这个冥界我不熟，有资格说出这句话的，除了逛地府跟玩一样的孙悟空，我能想象到的，也就是眼前这个曾经让希腊众神闻风丧胆的文盲老父亲奎托斯了。那么今天我就来给大家讲一讲，在战神3中，奎托斯是如何将希腊神话体系拖入了无尽的深渊。在古希腊，代表着神权的奥林匹斯山上，奎托斯站在大地之母盖亚的肩上，带领着泰坦一族，朝着以宙斯为首的众神攀登而去。或许是因为在第一次泰坦之战中，这些高高在上的众神取得过胜利，于是他们丝毫不惧身形犹如山岳般大小的泰坦一族，纷纷从山巅跳下，率先发动进攻。伴随着海神波塞冬从山巅一跃而下，这场弑神之战彻底拉开了帷幕。波塞冬那渺小的身躯裹挟着千钧之势，重重地砸在了泰坦的身上，将泰坦拖入了大海之中。紧随而至的便是无数的触手从水面出现，众多泰坦被这些海怪触手一个接一个从峭壁之上拽下，大地之母盖亚更是差一点被这些触手穿透心脏。而此时站在盖亚身上的奎托斯也在拼命地为盖亚清退海怪，波塞冬更是在这关键时刻手持三叉戟出现在了盖亚的头顶。如今的奎托斯可是有着一身这些众神曾经赐予他的神力，在为盖亚解决了身上的海怪以后，奎托斯跳上了盖亚的手臂，盖亚那犹如山岳般的拳头直接砸在了波塞冬幻化的神像之上。奎托斯抓住这个机会，将波塞冬的身体从神像之中拽了出来，失去了神力的神像也随之消散。就在刚刚还叫嚣着这是奎托斯最后一次蔑视神的波塞冬，现在就像一滩烂泥一样瘫在地上。奎托斯没有丝毫怜悯，直接对波塞冬展开了游戏界真正意义上的第二人称殴打。不可一世的海神波塞冬最终被奎托斯戳瞎双眼，扭断脖子以后扔进了大海之中。随后波塞冬的身体化为一股能量，100丈高的巨浪瞬间席卷了无数的山峰，无数的村落被掩埋在海水之中。但奎托斯丝毫不在乎这场因他弑神而引发的灾难，他眼里只有对宙斯那无尽的杀意。随后奎托斯在盖亚的帮助下来到了山巅的神殿之中，如今那些自命不凡的众神几乎都死在了奎托斯的手里，掌管命运的三姐妹也拿奎托斯没辙。那接下来就是干掉宙斯的最好时机，但宙斯毕竟是掌管众神的神王，见奎托斯如此嚣张，宙斯也再也无法容忍奎托斯的行为，于是他直接凝聚出了威力无比强大的雷电，仅仅只一招就几乎将盖亚的手臂击穿。奎托斯和盖亚也因此朝着冥界跌落。可就在两人勉强攀附在悬崖上的时候，盖亚却直接说道，奎托斯只不过是他们泰坦一族与宙斯争夺神权路上的一颗棋子而已。最终奎托斯只能继续朝着奥林匹斯山下的冥界跌落。就这样，他又一次死在了神的利用之下，但他可不会就这样甘心的去死，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他势必要将奥林匹斯夷为平地。之后跌入冥河的奎托斯在片刻之间体内的神力枯竭，背上的雅典娜之刃沦为废铁。就在奎托斯艰难地爬上岸以后，雅典娜的灵魂出现在他的面前，随后雅典娜竟然以自己死后看见了他以往看不见的真理作为理由，将奎托斯手里失去神力的双刃改造成了恶名昭著的流亡剑，并且对奎托斯说道，想要干掉宙斯就必须摧毁奥林匹斯圣火。就这样，奎托斯在雅典娜的帮助下开始了一场从冥界杀回奥林匹斯的道路。路上奎托斯遇见了火神赫菲斯托斯，火神正是因为奎托斯之前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才被宙斯一怒之下囚禁在了冥界，而潘多拉魔盒正是由这位火与工匠之神打造，并且一开始宙斯将人类的所有虚伪、贪婪、痛苦、嫉妒等邪恶情绪以及一股神秘的力量封印在了魔盒里。为了这些力量不会再次被散播到人世间，宙斯就打算将魔盒放在奥林匹斯圣火之中，而这种圣火是任何人都无法触碰的。但圣火孕育出了一个名叫潘多拉的小女孩，也只有这个小女孩能够熄灭圣火。然而火神却因为和潘多拉建立起了父女情，不想失去爱女的火神就让宙斯把潘多拉魔盒放在了另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而这个地方正是宙斯的父亲克罗诺斯的背上。可魔盒最终还是被奎托斯所打开，当奎托斯打开魔盒的那一刻，里面的所有邪恶情绪都被释放了出来，而那股神秘的力量也随之消失不见。随后宙斯以及众神就被这些邪恶情绪影响，才会让宙斯觉得奎托斯会推翻自己的统治，最后在罗德岛设计杀掉了奎托斯。可让宙斯没想到的却是奎托斯的潜力超乎了他的预料。回到冥界这边，奎托斯在经历了无数的战斗和机关陷阱以后，终于来到了冥王哈迪斯的面前。然而哈迪斯却先下手为强，想要用锁魂钩强行勾出奎托斯的灵魂，但在奎托斯看来，区区冥王而已，根本无法阻挡他复仇路上的脚步。奎托斯直接硬生生拉回了自己的灵魂，反手夺过他手里的锁魂钩，强行勾出了冥王的灵魂。冥王一死，刹那间整个冥界大乱，所有妖魔鬼怪发疯似的涌入人间。而现在的奎托斯要做的就是跟着这些鬼魂回到人间，完成他的复仇。奎托斯再一次回到奥林匹斯山，在半山腰，奎托斯碰巧遇见了盖亚。盖亚见到奎托斯，本想辩解自己刚刚的行为，但奎托斯可不管那么多，既然你是下棋的人，那么我就是负责斩断棋盘的怪物。于是奎托斯毫不留情的直接将盖亚仅剩的手筋挑断，将盖亚送入了冥界。紧接着奎托斯见到太阳神赫里俄斯正在和泰坦交手，泰坦那几乎撕破空间的一掌将太阳神狠狠地拍到了悬崖之上。奎托斯趁这个机会来到太阳神面前，重伤的赫里俄斯见到眼前这位杀神已经没有了半点的傲气，连忙求饶，并且声称只要奎托斯跳入奥林匹斯圣火就能获得其中的力量。可笑的是，火神早在之前就已经告诉了奎托
托斯圣火不能触碰。这些所谓的神的虚伪一时间展露无遗，没有丝毫犹豫，奎托斯直接抓起太阳神的头，活生生给他扯了下来。顿时天空被乌云所笼罩，陷入了无尽的黑暗之中。这位象征着让光明普照大地的神明，最终也不过成为了奎托斯手里的手电筒。而下一个便是代表着商业畜牧业的神赫尔墨斯。行动敏捷的赫尔墨斯不断地对着奎托斯言语羞辱，但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赫尔墨斯因为自己的大意被奎托斯抓住。既然赫尔墨斯觉得自己是奥林匹斯第一块，那么奎托斯也不介意一刀刀将他的鞋给扒下来。随着赫尔墨斯的陨落，一股带着瘟疫和疾病的力量被散播到人世间。奎托斯穿上赫尔墨斯的鞋，继续朝着山巅前进。就在前进的路上，他遇见了神后赫拉，也就是宙斯的妻子。随后赫拉放出了大力神海格力斯。海格力斯本身就嫉妒奎托斯，于是他想趁这个机会干掉奎托斯，然后接替奎托斯战神的位子。可战神岂是你想当就能当的？奎托斯二话不说，直接夺过海格力斯手里的拳套，将他按在地上疯狂摩擦。奎托斯双拳那庞大的力量，直接将海格力斯的头连同地板一起砸穿。不可一世的大力神最后就这样和下水道的垃圾融为一体。随后奎托斯顺着下水道来到了海神的宫殿。已经杀疯了的奎托斯为了离开这里，直接用波塞冬女儿的身体卡住了机关。海神的女儿也随着机关的启动一命呜呼。之后奎托斯在一处寝宫遇见了爱与性之神阿弗洛狄特。见爱神比较懂事，奎托斯索性就放过了他。完事后的奎托斯穿过寝宫的传送门，又再一次来到了火神所在的地方。顺带提一嘴，爱神是火神的老婆。在二人的交谈中，火神意识到奎托斯好像正在寻找那个叫潘多拉的小女孩，但本想跟奎托斯拼命的火神却突然变脸，表示可以为奎托斯打造出一把强大的武器，但需要去冥界的最深处寻找一种叫石奇的材料。然而就在奎托斯寻找石奇的路上，宙斯的父亲克罗诺斯竟突然出现。心里有感应的克罗诺斯此时已经知道奎托斯背叛了盖亚，于是他直接一口将奎托斯吞了下去。奎托斯可不会就这样束手就擒，他一路顺着克罗诺斯的食道向下滑去。当克罗诺斯感觉到腹部的疼痛的时候，奎托斯已经划开了他的肚子，并拿到了石奇。一不做二不休，奎托斯来到他的头顶，将奥林匹斯之剑整个插了进去。就这样，曾经的众神之王也死在了奎托斯的手里。之后拿到石奇的火神为奎托斯打造出了一把复仇凶鞭。可就在他见奎托斯分心的时候，直接试图用雷电偷袭，但奎托斯岂是那么好杀的？只见他轻松的就解开了雷电的束缚，干脆就用火神面前的铁锥将其杀死。在之后寻找潘多拉小女孩的路上，神后赫拉一直缠着奎托斯不放，忍无可忍之下，这位神后也被奎托斯一把掐死。随之而来的便是人间的植物逐渐枯萎。为了找到潘多拉，奎托斯进入迷宫，一路斩杀无数怪物，破解各种谜题，终于找到了潘多拉。或许是因为奎托斯有过自己的女儿，就在离开迷宫二人相处的这段时间里，奎托斯逐渐对潘多拉产生了父女之情。不过小女孩作为一把能够熄灭圣火的钥匙，也就是说她只能用生命去熄灭圣火。就在这一刻，奎托斯犹豫了，他抓住了潘多拉的手，但潘多拉却挣脱了奎托斯的手，义无反顾地朝着圣火跑去。可宙斯却在这个时候挡住了潘多拉的去路，并且直接将潘多拉甩了出去。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奎托斯直接就和宙斯战斗了起来，二人打得难解难分，神殿更是在他们的战斗下逐渐崩塌。而潘多拉这时也抓住机会，再次向着圣火奔去。就在关键时刻，奎托斯再一次抓住了潘多拉，但宙斯却在一旁对奎托斯说道：“别再像失去你的家人一样失去潘多拉。”听到这句话，奎托斯彻底愤怒了，他松开了抓着潘多拉的手，发了疯似的朝着宙斯冲去。一阵光芒过后，潘多拉随着圣火烟消云散。奎托斯打开了魔盒，可是魔盒里面却空无一物。见到眼前的场景，宙斯更是忍不住嘲讽道：“在你追寻一切、牺牲了一切之后，原来不过又是另一场失败而已。”听到这话，奎托斯那无尽的怒火再一次爆发，他一路追着宙斯来到了奥林匹斯之巅。那么接下来便是最后的决战了。就在奎托斯使尽浑身解数和宙斯展开战斗的时候，盖亚却硬生生从冥界又一次爬了回来，并且想要将二人捏死在手中。奎托斯借这个机会，直接顺着盖亚肩膀的破洞进入到了他的体内。就在奎托斯想要破坏掉盖亚心脏的时候，随后赶来的宙斯又再次和奎托斯站在了一起。经过了极其惨烈的战斗之后，奎托斯拿起奥林匹斯之剑，将宙斯连同盖亚的心脏一起刺穿。致命的一击让盖亚的身体彻底的支离破碎。一切就这样结束了吗？然而众神之王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杀死的。就在奎托斯从他身体里拔出神剑的那一刻，宙斯的灵体突然出现，直接把奎托斯拖入到了幻境之中。而在这片无尽的黑暗里，奎托斯又再一次看见了他妻女死在自己手上的那一幕。就在奎托斯精神几乎彻底崩溃的时候，潘多拉出现了。这个小女孩用她最后的一缕残魂，唤醒了当初潘多拉魔盒中那股沉睡在奎托斯体内的神秘力量。随着奎托斯的苏醒，宙斯的灵体也回到了肉体中。奎托斯干脆直接扔掉了手里的流亡剑，用拳头一拳一拳地砸在宙斯的脸上，直到鲜血染红了眼前的一切，直到精疲力尽。压抑在奎托斯心中多年的仇恨，在这一刻全部得到了宣泄。众神之王宙斯陨落了，整个世界也随之陷入了一片混沌之中。完成复仇的奎托斯看着满目疮痍的希腊世界，心中留下的只有内疚和空虚。可就在此时，雅典娜出现了，她让奎托斯交出潘多拉魔盒里面那股神秘的力量，但奎托斯却说盒子里面是空的。得知这个消息的雅典娜瞬间明白了一切，原来早在魔盒被奎托斯
斯打开的那一刻，那些邪恶的负面情绪早就将包括雅典娜在内的众神侵蚀，其中另一股神秘的能量则是可以战胜一切邪恶的强大力量，而这种力量就叫做希望。但希望之力早在奎托斯第一次打开魔盒的时候就已经被他吸收，直到最后因为潘多拉的帮助才唤醒了奎托斯体内的希望之力。雅典娜就是想借助奎托斯的手来获得这股力量，而奎托斯则能借助这股力量完成复仇。这一场弑神之战的幕后黑手也正是雅典娜。奎托斯终究还是逃不过被当作棋子的命运，但在如今的奎托斯看来，希望之力、雅典娜、众神都对他已经不重要了，而没有神对他才是最重要的。奎托斯拿起奥林匹斯之剑，毫不犹豫刺进了自己的胸膛，一瞬间希望之力从奎托斯的体内喷涌而出。他的复仇让世间陷入了混沌，让人间遭受了苦难，那么他就用体内这股希望之力抛洒向世间，把希望还给人间。战神三部曲最终以奎托斯的死结束了希腊的神权，但就在多年以后，一位沉默寡言的文盲老父亲却出现在了属于北欧的土地上，并与自己的儿子踏上了新的旅途。属于战神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